玉和，你在侯府伺候多年，如今已年满30，你要回去尽孝，我不便留你。终于可以回家陪伴娘亲了。好香啊！今夜有你侍寝。赐婚外男可是死罪。朕一定要找到他，对他负责。娘，别绣了，眼睛都熬坏了。您看，我去山里采了不少药材，卖了就能凑足钱给哥哥上京赶考了。是啊，娘，我当私塾先生已经可以补贴些家用，您不必如此辛苦。我儿8岁中举，12岁过会试，是最年轻的贡士。要不是娘拖累，云舒去年就能去参加殿试了。不是的，娘，您顶着闲言碎语，独自抚养我们长大，是我们拖累了您。等哥哥中了状元，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是娘无能，委屈了你们。娘，妹妹，云舒进京一定给你们挣个状元回来。16年了，朕命你们遍寻天下，找寻那野大明湖畔肩头戴荷花胎记的女子，为何至今杳无音讯？朕身患头疾数年，夜夜难眠，唯有那夜得睡安稳。此生朕必寻得你。陛下恕罪，奴才等人遍寻天下适龄女子，都未曾有半点线索。皇帝，你还要荒唐到何时？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女子，整整15载，你控制6宫不近女色。再这样下去，皇家无后，江山无际，偌大社稷，日后该托付何人？皇额娘年事已高，只需安养天年即可。朕的私事无需母后费心操劳。你常年清心寡欲，郁结肝火，才落得头疾缠身。今年你若依旧不肯选秀，开枝散叶，哀家今日便撞死在这御书房。启禀陛下，荆轲殿试下月便如期举行，一众学子皆是天下英才，人中龙凤。陛下届时亲临阅卷观瞻，或许心绪舒展，头疾便可消解大半。好，传朕旨意，下月殿试，谁能夺得状元之位，朕便任其为义子，录入皇家宗亲。野种还妄想和我儿子争当皇帝义子，也不怕折寿。陛下亲下圣旨，我哥哥位列会试榜首，本就有资格参加殿试。大人此言，莫非是要公然抗旨，藐视圣恩？你这黄毛丫头，竟敢胡言乱语！赵大人息怒，小女年幼无知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这小姑子当年不明事理，未婚生子，带回2个无父儿童，早已丢尽我夏家颜面。我们夏家也是深受其害呀！舅妈，你们常年用着我娘带回来的积蓄度日，如今却忘恩负义，帮着外人肆意折辱我们母子。住口！皆是你娘自取其辱。当年若她听话，不生下你们这2个累赘，我们一家何须常年被人指指点点，夹着尾巴做人？旁人闲言，不必介讳。日子是过给自己的，娘从未后悔生下你们。赶考事大，切莫因琐事耽误前程。来了来了！福公公吉祥，下官听闻您操办状元宴辛苦了，已备好了上等酒菜，就等着您赏脸。公公，您看看我儿子，天庭饱满，一定能望皇室。我儿子文武双全，定会给皇室争光。停！皇榜明文诏示，唯有殿试夺魁者，方可被陛下收为义子，入宗亲之列。此事
关乎皇家颜面血脉，绝非咱家私心可定。听到没？大家各凭本事，不许再贬低我哥哥。好了，紫云，无需争辩，我们赶路要紧，别跟他们争了。别跟他们争了。陛下，抬头给咱家看看，你今年岁几何？回公公，草民今年15岁，姓甚名谁？家住何方？公公有所不知，他便是本村人，是我小姑子当年在外私生的孩子，生父不明，来路不清。野种，这少年眉眼轮廓竟与年轻时的陛下一模一样，难不成是我眼花错觉？公公明鉴，这夏云舒身世不明，生父无本，乃是无根之人，这般卑贱出身，绝无资格入宫面圣，更不能污了陛下眼目，辱没皇家清勋。草民寒窗苦读10余载，凭真才实度位列会试榜首，奉公守法，清白立身，何以不配进京殿试，博取功名？公公，这来历不明的野种，要是做了陛下义子，损了皇家颜面，到时候陛下怪罪起来，这后果谁能承担？这确实有辱皇家颜面。速速带着你这不洁之子滚回乡里！再敢惊扰圣驾，休怪本官无情，取你项上人头！吴公公，您是陛下最信任的近臣，求您大发慈悲，为我儿求情，民女给您磕头谢恩。我儿云舒至纯至孝，品行端正，10数年昼夜苦读，从不懈怠，只为今朝博取功名，报效家国。陛下素来宽厚仁慈，体恤寒门，定然不会计较出身，求公公给他一次机会。娘，您无需如此卑微求人，这功名前程，孩儿宁可不要。云舒不可糊涂，你10数年寒窗苦读，只为今日一搏，岂能因一时意气荒废毕生心血？娘，没用的，他们皆是妒忌哥哥才华，故意捏造借口，百般刁难，存心断哥哥前程。放肆！无知妇人顽劣儿童，败坏师风，不知廉耻。来人，将这不知检点的妇人拖下去，进猪笼惩戒。我娘一生良善，从未害人，亦是世间苦命之人。尔等仗势欺人，有什么罪责恩怨，尽管冲我来，休要为难我娘亲。是我私自出宫，与旁人无关。父皇要罚，便罚朕，休要为难福子。为何我屡屡看见少年时的陛下？莫非当真只是幻觉？别给我和你哥丢人现眼，给我滚回家去！你放开我娘！得罪了赵大人，你让我们一家怎么活？滚回去！慢着！世间竟有如此巧合，一模一样的荷花胎记，一模一样的帝王眉眼，此事绝非偶然，必须带回宫中，让陛下亲自辨认。难道连他留给朕的最后一点念想，都要尽数消散吗？来人！陛下息怒，奴才我的一枚安神香囊，气味清冽，静心凝神，可缓陛下头疾。凡俗之物，不值一提。此香，此闻，这香囊从何而来？多谢公公，来日我为您做牛做马，报答您的恩情。若草民此番金榜题名，必定重重答谢公公提携之恩。此乃民女亲手所制，内藏安神药材、清雅香料，可静心缓燥、安神助眠，全当微薄谢礼。回陛下，此香囊出自金科考生夏云舒之母之手，奴才闻此香气，与陛下珍藏多年的荷香别无二致，心生疑虑，便将其母子2人一并带入贡场，等候陛下发落。莫非是他回来了？速速起驾，朕要亲赴贡院。尔等为何无故伤人？一个杂种，也配与我们争前程？
别打我儿！太后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大胆！贡院乃是皇家重地私文之所，尔等竟敢无视宫规，当众斗殴，放肆之极！启禀太后，使者考生先动手的。太后明察，是众学子出言羞辱、无端挑衅，我儿情急之下，绝非我儿过错。太后，此妇人生下无名私生子，不知廉耻，败坏风气。其子出身卑贱，还妄图攀附皇权，成为陛下义子，实在辱没斯文，有损皇家颜面。岂有此理！殿试选才何等严谨，这般身世不堪、品行存疑之人，怎可放入宫闱参与科考？太后身份尊贵，当公允断事，偏听一面之词便定罪，岂是一国之母该有的胸襟气度？母后仅凭片面之词，便欲责罚儿臣，何以服众？何以母仪天下？这眉眼，这神态，这言辞风骨，竟与皇儿年少之时一模一样。区区寒门学子，竟敢当众顶撞太后，出言不敬，实属大不敬之罪，胆大妄为！今日哀家便要肃正斯文风气，严明宫规。来人，将这狂徒拖下去，重则5大板。我儿，不，娘！娘！这身影这般熟悉，莫非是当年那晚的贵人？臣妾参见皇上。皇儿怎么来了？母后，此处究竟发生何事？为何动刑？这母子二人行事悖逆，不知规矩，更是当众顶撞哀家，大不敬犯上。哀家略施惩戒，以正风气。皇上，太后息怒，我哥哥绝非有意冒犯，只是情急失言，求二位贵人饶恕我哥哥。这眼神为何让朕心头一颤？皇上，草民一时失言冒犯太后，罪责尽在草民一身，只求圣上莫要迁诺家母，饶恕我娘亲。求太后处罚民女吧，放过我娘和哥哥吧。妹妹无需求情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犯错该罚，我绝不推诿。父皇，一事归一事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休要迁怒母后。眼神、神态与我儿少年时一模一样。皇上，您细看这少年风骨气度，与陛下年少时如出一辙，颇有帝王风范呐。此子乃是私生卑贱之人，出身污秽，岂能与陛下相提并论？此事传扬出去，必遭天下非议，贻笑大方。皇儿万万不可心软。继续。夏云舒，看你还怎么跟我争！是你？绝非是他，只是身形相似，巧合而已。天下怎会有这般奇遇？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妇人，年岁不轻，却这般不安本分。见皇上驾临，便刻意拉扯衣衫，故作姿态，妄图以色获君，攀附圣宠。民女绝无半分僭越之心，魅惑之举，恳请皇上娘娘明察恕罪。此妇能教养出天资卓绝、品行端正的贡生，可见品性良善，绝非轻浮之人。此事疑点重重，查清始末，再定赏罚罪责不迟。
有什么可查的？小的顶撞太后，老的意图色诱皇上，罪无可恕。皇上看，我哥哥疏忽母亲妾，一时情急失言，并无半点不敬之心，求陛下宽宏大量，饶恕我哥哥。老父风骚谄媚，幼女故作柔弱，妩媚惑主，一家皆是秽乱勾为的祸根。这般卑贱之人，当尽数处决，以正风气。娘，都是孩儿不好，连累您受尽屈辱，深受其罪。不怪我儿，是为娘太过弱小，护不住你们，让你们自幼受尽欺凌，饱受委屈。今日我母子三人，生则同生，死则同死。来世我依旧愿做娘亲的女儿。来世我亦还要做娘亲的孩儿。不过是故作可怜，博取圣心罢了，休想蒙混过关。醒醒！皇上太后，千错万错，皆是民女之过，与孩儿无关。为何见他受伤痛苦，卑微哀求，朕的心口便这般疼痛难忍？这痛楚竟如剜心一般。卑贱下作的妇人，当着本宫的面都敢勾引皇上，不知羞耻！今日我看你还如何狡辩脱罪！来人，再加20大板！母后，他不过是护子心切，母子情深，所作所为皆出于天性，罪不至重罚，更不至获罪。皇儿，今日为何屡屡偏袒一介民间妇人？莫非当真心动，看上了这有辱门风的女子？母后，您可还记得当年，您身为宫女怀孕，受尽皇后和贵妃的欺辱和猜忌，当年的您也是这般护着朕，朕才能坐上太子之位。是啊，幸亏我们母子谁也不曾放弃谁，才有今天的尊荣。陛下将心比心，实乃明君。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，从未有过半分歹念，求陛下太后饶恕我兄长。和教子无方，愿替孩儿领受所有责罚，只求贵人放过一双儿女。圣人言：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百善孝为先。为人子者，若连生身母亲都护不住，日后又何以修身立德，报效家国，辅佐陛下？今日罪责，我一人尽数承担。好一个至孝明理的少年，既有孝心，更有风骨。此前责罚已然抵过失言之罪，今日之事就此作罢。你且安心休养，静心备考，朕静待你金榜题名，成我大清栋梁之才。皇上圣明，这夏公子虽非陛下亲受教养，却风骨卓然，品性酷似陛下。奴才越看越觉得您二宛若父子。福公公这般偏袒包庇，莫非也与这卑贱妇人有不清不楚的干系？大胆狂徒，独自行事，皆秉朕意，尽忠职守。你胆敢辱朕近臣，是在暗中非议朕、质疑朕的决断吗？陛下饶命，微臣不是这个意思，冲撞陛下罪该万死。皇家贡院乃是圣洁斯文之地，容不得你这般心胸狭隘、口出秽言的小人。来人，掌嘴惩戒！他所言虽狂，却也并非全无道理。福子，今日之事，你必须给哀家一个交代。太后恕罪，皇上让奴才寻肩膀有荷花胎记的女子，奴才只是看她肩上也有，想着上京让皇上见上一见，以免皇家血脉流落在外。小福子，你想立功想疯了吧？陛下怎么会看上他？你将此不祥之人带入宫中，本宫定要狠狠治你的罪。荷花胎记，陛下找的人会是我吗？那晚，那女人也是用这种眼神看朕。不可能，不会这么巧。荒谬！皇上再怎么荒谬，怎会宠幸于他？这女人看着和哀家一般大，怎可能是哀家的儿媳妇？太后，这2个孩子是奴婢的孩子，和任何人无关。公公只是看我儿是栋梁之才，不想埋没他，求太后赎罪。想必定是这个女人想攀附皇上，贿赂小福子，居心不良。小福子是朕的人，向来妥帖，还轮不到你治他的罪。皇上圣明，夏玉和只是送了咱一枚普通香囊而已，谈何贿赂？什么？
你说这香囊是你做的？皇帝，别再胡闹了，都过去多少年了，那女人说不定已经不在了。是啊，皇上，您大张旗鼓找了这么多年，要在早就找到了，可别被奸人鱼目混珠。也对，即使她有这香囊，也未必就是她的。我必须要好好查查这个女人。皇帝，这件事你打算如何处理？皇帝，哀家跟你说话呢。皇上竟然看她入室，本宫入宫10几年，她正眼都没看过本宫一眼。这个老女人，她凭什么？这件事到此结束。云舒子孝，下士母慈，功过相抵，二人也已受到惩罚，任何人不许再提。谢太后隆恩，谢皇上隆恩。再派太医来治。小福子，你亲自盯着他们上药。是。荷花胎记造不了假，这么多年朕从未对人告知胎记细节，是真是假，朕一看便知。夫人不必忧心，我已经给贵公子开了药，煎了服下就没事了。这是皇上让咱家赐你们西域进贡的金疮药，保证3日内伤口就能愈合。谢皇上隆恩。还不快给夫人上药？是。这侧光线好，方便太医查看。真的是他！你肩头的胎记。民女不知陛下在此污了龙目，请陛下恕罪。16年前的夏天，你在哪儿？皇上怎会问这个？难道是要调查我？不行，云舒殿选在即，苟同外男的事不能被其他人知道，我不能拖累他。回皇上，民女16年前在家乡的一户富商家里做工。富商？难道不是在侯府？圣上在此，你可不能欺君！民女不敢。这个妖妇用了什么妖法，把皇上迷惑至此？皇上也就问几句话而已，娘娘不必担忧。本宫进宫多年，皇上连本宫正眼都没瞧过，更别说亲自赐药了。这个老狐狸，我要他好看！小福子说：“这香囊是你所做，里面的香料从何而来？”这香囊是我在侯府得的老夫人真传，一旦说了，我的身世和那晚的事就瞒不住了。民女家乡的偏方，不是什么稀罕物，若皇上喜欢，民女多做几个送您。这个味道明明和那晚的香囊一模一样，难道真是民间偏方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咱家真找错了人？此女勾引皇上，秽乱后宫，给本宫拿下，押入大牢。是。此次殿选共费绸缎100匹，桐木60。不好了，皇上！何事如此慌张？皇后娘娘将夏雨和母子3人押入天牢了。皇后娘娘，民女真的没有勾引皇上，明日就是殿选了，求您放过云舒和紫云吧。皇后娘娘亲眼所见，你还敢狡辩？娘！陛下已经放了我们，你们凭什么动用私刑？就不怕陛下追究起来要你们命吗？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将我娘押入天牢，还有王法吗？追究王法，本宫试过目，但是你们贱妇和2个野种，你们以为自己真的能活着出去吗？皇后娘娘，陛下仁慈，您身为他的发妻，该夫妻同心才对。竟然拿皇上来压本宫，容嬷嬷，给我扎！这不要！放开我娘！今天你和2个孩子，一个都别想活！
小丫头还挺护娘。长着生的野种和皇帝长相，就想当娘娘？看我给你点颜色瞧瞧！娘，荷花胎记，皇上一直在找一个有荷花胎记的女子，难道就是她？不可能的，一定是贱人刻意纹的刺青，想鱼目混珠。民女不知道您在说什么，好深的心计，幸好本宫及时发现，没有让你得逞。我这不是纹身，是天生的胎记。本宫这就带陛下了结了你这个狐狸精！娘，娘，住手！皇上，救我娘！牢房见地，陛下怎么来了？皇上，此女伪造荷花胎记欺瞒陛下，还请陛下赐罪。皇上明鉴，我娘的荷花胎记是打娘胎就有的，所以才赐名玉荷。荷花玉荷，好像朕的荷花姑娘，可惜胎记已被破坏。是你干的好事！贱婢！皇上，容嬷嬷年纪大了，照顾臣妾多年，相当于臣妾半个亲娘，您别怪她。她带坏主子，朕今天就要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您连一点面子都不肯给我吗？身为皇后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滥用私刑，不配为朕的妻子。不是喜欢扎人吗？来人，让这个贱婢也尝尝迎针入骨的滋味。遵旨。不要，皇上，嬷嬷年纪大了，经不住。朕让你们好好看着，什么叫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住手！皇上，先帝御赐免死金牌在此，总能放过嬷嬷了吧？竟愿用你的保命符来保他的命。嬷嬷是臣妾在后宫中唯一的忠仆了，臣妾不能见死不救。皇后娘娘如此对奴婢，奴婢死也值得了。皇上，人生最大的美德是饶恕。朕听你的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日起，乌拉那拉打入冷宫。多年夫妻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夏雨荷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快，宣太医！启禀皇上，夏夫人性命无恙，只是惊吓过度，加上失血太多，这才昏迷。我的眼睛为何什么都看不到了？他脑部受创淤血堆积导致的短暂失明，过些时日便会好。当真？若是不好，朕便要了你的命。下去吧。
皇上，您怎么处罚民女都行，能不能放过我那2个可怜的孩子？他们是无辜的。有事明日再说。只有当年那个女人能够让朕安然入睡，一觉天亮。16年了，朕再没有睡过安稳觉。若你真是朕要找的女人，定能让朕睡个好觉。娘，你没事吧？娘，等孩儿高中状元，定给你报仇。皇上，您怎么在这儿？不得无礼，还不快给皇上行礼！免了，好好照顾你们母亲。朕走了。为何朕目睹此情此景，心中竟生出幸福之感，仿佛他们便是朕的孩儿。朕果然一夜安眠，那晚的女人一定是你。皇上，殿试可以开始了。殿试不考死读书，朕今日只问你们一个问题：若天下百姓吃不饱饭，你们当如何治理？回陛下，应当严惩懒汉，督促百姓勤劳耕种，应当加征粮税，充盈国库，再由朝廷赈济百姓。回陛下，百姓吃不饱不一定是百姓懒，也可能是赋税太重，粮价太高，贪官太多。若你为地方父母官，第一件事做什么？查粮仓。为何？百姓饿肚子，粮仓却未必空。臣要看看粮食是没有了，还是被人偷走了。好，直指根本，此子见识不凡。若真有贪官中饱私囊，你当如何？轻则罢官，重则抄家，把他们从百姓身上抢来的粮食再还给百姓。好一个还粮于民！云叔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。臣不敢当，愧领圣恩。夏云舒学识过人，心怀百姓，荆轲状元非你莫属。皇上圣朕曾有旨，凡夺得荆轲状元者，朕将收其为义子，以示朝廷重视人才，也让天下读书人知道，寒门亦可登天。你就是朕收的第一个义子。臣有本奏。是国公爷承恩公。皇上刚把皇后打入冷宫，他定是来给皇后讨公道的。臣反对夏云舒为状元。承恩公，这是为何？一个连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，若称皇上义子，会让您被天下人嗤笑。英雄不问出处，承恩公如此会不会太刻薄了？那皇上为了这个老女人将皇后打入冷宫，是否责罚过重？承恩公，虽然你是朕名义上的岳父，但朕是一国之君，还轮不到你来质疑朕的决定。好，臣今日先不提家事，但这种野种能够踏入金銮殿，就是对皇权的蔑视，就是整个大清之耻。必须杖刑于殿上，以儆效尤，才能够肃清这股歪风邪气。承恩公言之有理，还请皇上下令。承恩公说的对，是该杖刑。皇帝，我儿什么都没做，罪不至此啊！愣着干什么？皇上不是说了对这个贱妇行刑？我看谁敢动我娘！朕是让你们对赵人这个小人行刑。上饶命！皇上，他也是为了朝廷着想。若是您为了这荡妇和野种而杖毙了敢于直言的忠臣，岂不是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？若你再阻拦朕的决定，朕就连你一起罚。皇上不给国丈面子，总该给哀家面子吧？参见太后娘娘。状元那是国家栋梁，是未来朝堂的宰相，关乎到一国经衰。若是让一个身份不明的野种坐上如此高位，将皇帝的名声置于何地？陛下，民女愿以死谢罪，只求陛下放过我的2个孩子，他们是无辜的。请陛下处死这母子3人，以肃朝堂之风。请陛下处死这母子3人，以肃朝堂之风。够了！他夏雨荷
朕。够了！他夏玉和是朕的。皇帝，哀家知道你心善，但也不能这般糊涂。这3人必须处置，不然定会祸乱朝堂。今日是殿试，不宜践行，那就将他们母女3人流放2000里，永世为奴籍。太后娘娘饶命啊！流放2000里，还贬为奴籍，这夏云舒还怎么和我争状元？状元是我的了。母后，科举考的是学识，是为天下百姓安身立命的抱负，和出身有什么关系？一个没有爹教养的人，能成什么气候？万一他是敌国的种，皇帝岂不是将万里江山拱手送给他人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民女绝不会做出通敌叛国之事。来人，将他们全都拿下！放开我娘！住手！朕看你们谁敢动他们！皇帝，你当真是要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吗？此人明知自己来路不明，还敢参加科举，玷污朝堂，其心可诛，必须要杖毙，才能肃听朝堂。还请陛下以江山和朝堂为重，万不可对这等贱妇心慈手软，误了江山。还请陛下三思啊！住嘴！他是朕的人，谁敢动他，朕诛了他9宗！陛下，您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您是95之尊，怎会和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民间妇人有染？定是这妖妇用了狐媚之术迷惑陛下。皇儿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她是你的女人？你真的宠幸了她？没错，她就是朕的女人。今日谁敢动她一根汗毛，朕定不轻饶。你再说一遍。夏玉和是朕的女人，16年前朕就与她相识。孽障！她都快和哀家一般大了，你这个不孝子！陛下仁厚，臣知道您是心善，想护着这对可怜母子，可您也不能拿皇家颜面开玩笑啊！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了，皇家的尊严何在呀？朕何时拿皇家颜面开过玩笑？16年前那晚的贵人，真的是陛下。既然你们没听清，朕就再说一遍，夏玉娥是朕第一个女人，也是唯一的女人，她就是朕一直在寻找的荷花姑娘。如果16年前真的是陛下，那云舒和紫云就是陛下的孩子，是皇子皇女。老天爷，这2个野种要真是皇子皇女，别说状元了，我连命都保不住了。什么？这个疯女人竟然是陛下的心上人！皇帝，你是疯了吗？放着后宫佳丽3000不碰，竟被这快和哀家一般大的女人蛊惑，你是要气死哀家吗？朕心悦于她，已经决定要将她接到宫中，谁也拦不住。皇上说他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还是说我在做梦？朕找了你整整16年，这一次，朕不会再辜负你。女儿啊女儿，这就是你一心要嫁的男人，宁愿选择一个老太婆，也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放心，爹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陛下，您要纳这个老女人为妃，那是您的私事，老臣无权干涉。但这老女人企图用2个野种混淆皇嗣，陛下打算如何处置？承恩公，你既然知道这是朕的私事，就不要再过问。皇上纳妃，臣自然不过问，但这2个野种必须有个说法。自然是收为朕的义子，一同入宫。那陛下是想让这2个野种上皇家玉牒，进皇家族谱吗？一旦传出去，皇上颜面何存？承安公说的对呀，有这样的皇子皇孙，朝廷的威严何在啊？都给朕闭嘴！承安公，朕心意已决，不必多言。皇上，你是被这个女人下了降头。你若不听朝臣们劝阻，非要带着2个野种入皇家族谱，让哀家如何面对列祖列宗？太后，来人，宣问太医。
陛下，太后都被您气成这样了，您还要一意孤行吗？朕只是想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入宫，这有什么错吗？没错，错在这两个野种。陛下有没有想过，您如今没有子嗣，他们若是上了皇家族谱，那便是嫡长子和嫡长女，是太子。为了太后凤体，也为了不让皇上背上不孝子的罪名，臣恳请皇上收回成命，恳请陛下三思，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自古英雄不问出处，我能够一路考到殿试，靠的是自己的学识和能力，和我父亲是谁有什么关系？再者，我的父亲只是不在了，难不成这样就成了你们嘴里的野种？那你们之中父亲也有过世的，莫不成也都成了野种？承恩公的父亲应该也过世了，难道你也是野种？你，陛下，一人谋逆，便要株连九族，生父不明还心思不纯，夏云舒定是想撺掇皇上的江山，才口出狂言。还请皇上收回成命。朕倒觉得此子颇有胆识，直言不讳，像朕年轻的时候。今日臣就算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要替陛下清理门户。住手！朕的儿子还轮不到你动手。求陛下处死这母子三人，以正皇家之风，以安天下市民之心。求陛下处死这母子三人，以正皇家之风。好啊，你们一个个口口声声为了皇家，为了江山，却逼着朕杀自己的女人，杀自己的义子，这就是你们的忠君爱国？朕看你们是巴不得朕绝后好另立新君吧。臣死谏，请陛下处死这个奸妇，还有这两个小野种，还我大清朗朗乾坤。臣等死谏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逼宫吗？以死相逼，哪里是为人臣子该做的事？朝堂上哪有野种开口的资格？是你们居心叵测，想要混淆皇家血脉，让江山易主吗？皇帝，哀家要的是亲孙子，不是从外面抱来的野种。哀家绝不允许这两个小野种进皇家的族谱。娘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快告诉我们，爹是谁？是啊，娘。之前我们问你，你总说爹爹出远门了，从不提他是谁。哼，不是这个贱人不想说，而是男人太多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个是你们这两个野种的爹。要不然你们俩怎么会是野种呢？太后，民女只有离宫前和皇上发生过关系，除此之外，再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男人。这两个孩子是皇上的骨肉，这两个孩子都是皇帝的，哀家有亲孙子和孙女了。一派胡言！陛下万万不可轻信此妇谎话。民女所言句句属实，云舒子云确是陛下骨肉。若真是皇家血脉，陛下16年苦苦寻觅，你为何隐于乡野，受尽搓磨，半句不肯显露身份？分明是你见令郎殿试不敌赵家公子，眼看攀附无门，便临时铸造皇室血脉，妄图一步登天，混淆龙嗣。我娘当年仓皇逃离皇宫，慌乱之中尚且不知当晚贵人是当朝陛下，何来刻意隐瞒之说？他又怎会料到今日的局面？陛下，这个荡妇心机深沉，今日您若执意认下这两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乱我皇家血脉，辱我大清颜面，老臣便以头抢柱，死谏于此。承恩公所言极是，此事疑点重重，万万不可草率认亲，祸乱皇室。难道这妇人真敢欺瞒皇儿，妄图窃取皇家尊荣？朕自有分寸，谁敢再以死相逼，干预皇家私事，一律按谋逆论处。太后，陛下，臣与夏氏同乡，乡中旧事人人皆知，臣不敢欺瞒朝堂，愿据实禀奏。好啊，那你说说看。诸位大人明鉴，这夏玉和
早年在乡里便风评极差，水性杨花的名声传遍十里八乡。为养活2个孩子，更是不惜自轻自贱，换取银钱。这般不洁妇人所生之子，生父何人，无人知晓。我安居乡野，安分守己，从未与人结怨，更从未招惹你们赵家。你们为何步步紧逼，非要置我们母子3人于死地？你的意思是赵公子污蔑你一个下等人？皇上，此等无德不及妇人，其子若高中状元，便是朝堂之耻，天下学子之笑柄。若恐真如你2人所言，此等劣迹斑斑之人，绝不能姑息。你不过自知学识不如我，便捏造污名，构陷我母，以卑劣手段抹杀对手，这般小人行径，也配谈家国大义、朝堂清誉？陛下、太后，草民一心只为朝廷着想，今日就算冒着被砍头的风险，草民也要将此番话说出来。若让这几个来历不明的人进皇室，会寒了天下读书人的心啊！陛下，请您以江山大局为重，不要被一时的私情冲昏头脑，此事万万不可妥协。恳请陛下三思，保全皇室体面。陛下，臣可以为夏玉和作证。你常年待在宫里，从不外出，和这妇人毫无交集，凭什么替她作证？微臣和夏玉和是同乡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自是知道她的品性。他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？我以自身性命担保，夏玉和人品端正，安分守己，这群人纯属污蔑。你竟愿用性命为他担保？我知道了，他定是和你私通，才生下这2个野种。你们企图一同篡夺皇位。原来如此，难怪温太医拼命帮他说话，原来是有私情。不是的，陛下，真的不是。我和温太医虽为青梅竹马，但自他进宫后，我们再无见面。求陛下明察！放肆！竟敢当众造谣生事，污蔑太医和无辜妇人，朕今日绝不轻饶。行了，现在2边说法完全不一样，疑点这么多，谁敢保证不是他们2个人串通好了骗我们？太后说的没错，这件事关乎皇家血脉、朝堂脸面，绝对不能随便定论。太后陛下可以随时查证。微臣进宫17年，每日的请脉都是满的，微臣连太医院的门都没出过，如何能与人有私情？你少狡辩！前年我回老家，亲眼看到你让人给夏玉和送保胎药。如果没猫腻没私情，你凭什么专门给他送安胎的药？如果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特意让人从宫里给他带保胎药？证据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承恩公误会了，那保胎药是夏玉和给同乡好友求的，并非为他自己，且就只此一次，之后再无任何往来。全是借口，分明是你们私下有情，借着送药暗中往来。你们早就串好说辞，故意欺骗陛下。温太医送药是因为他医者仁心，若如你们所言，岂不是整个后宫的娘娘都不清白？太后明鉴，臣最擅长妇科，也常为同乡看诊。这太医出宫都是有记录的，查一查这16年温太医的出宫记录，不就知道了？太后所言极是，只是不知温太医敢不敢呢？这有何不敢？我们之间清清白白，陛下肯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陛下即刻传唤内务府管事，调出16年间温太医的出宫记录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来人，立刻宣内务府管事上殿，把近几年的出宫存档册子全部带来，今日彻查到底，拆穿所有污蔑谎言，还他们母子温太医一个清白。启禀陛下，奴才已取来温太医近16年所有出宫记录，存档在此，绝无疏漏。陛下，真相大白了，存档清清楚楚记录，16年前温太医连续11个月，每月皆有私自出宫记录，无奉旨差事，无故频繁离宫。敢问温太医，你每月出宫究竟是去见谁？难怪次次帮这妇人说话，
原来是早有私情，11个月月月出宫，这根本不是偶然。没想到自己的默默守护，如今竟成了害他的罪证。原来16年前来山村义诊，免费送我安胎药的蒙面医者，竟然是温太医。我竟一直不知他的身份。温太医无话可说了吧？你月月出宫私会，这2个孩子根本不是什么皇家血脉，不是你和夏玉和的私生子女。夏氏，你口口声声说孩子是皇帝骨肉，哀家问你，云舒、紫云是几月生辰？回太后，2个孩子是4月出生。皇帝与你相逢是盛夏5月，10月怀胎，本该次年3月生产，你孩子4月落地，晚了整整1月。寻常孩子只会早产，从未有过逾期晚产1月的道理。这2个孩子绝非皇家骨肉，你从头到尾都在欺君罔上。太后，陛下明鉴，民女所言句句属实。云舒与紫云是双胞胎，双胎体虚，本就发育迟缓，故而晚产1月，并非民女撒谎。一派胡言！古往今来，双胎皆是早产孱弱，从未听闻有人怀胎超越晚产1月。你如今无话可说，便编造荒诞借口欺瞒圣驾。陛下，草民以性命担保，夏家乡村邻人人皆知，这2个孩子是早产儿，幼时体弱多病，常年汤药不离。他刚刚还说晚产，前后矛盾，谎话连篇。陛下，真相已然大白，此妇谎话连篇，心机深沉，妄图以庶子冒充皇系，混淆皇家血脉，觊觎皇室尊崇，此等欺君恶妇，若不严惩，难诉朝纲。请陛下严惩夏氏欺君之罪，以正视听。民女没有撒谎，双胞胎晚产之事，世间并非没有。温太医亲眼见证我怀胎苦楚，他可以作证。陛下，臣作证，当年夏玉和确实怀双胎，气血亏虚，胎相不稳，迟迟未能生产，足超越1月才诞下2子。臣数次为其调理安胎，句句属实。你2人本就私通勾结，自然相互包庇，企图谋反篡位，此等罪人理当株连9族。满口谎言，毫无可信度。看来不动大刑，你们永远不会认罪。太后仁慈，那这脏活由微臣代劳。来人，将温太医拖下去重刑伺候。何时他肯坦白私情认罪伏法，何时听刑。臣问心无愧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住手！太后开恩，陛下饶命，此事与温太医无关，是我连累了他，所有罪责都算在我一人身上，求你们放过他。现在知道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只要你肯当众承认孩子是你与温太医私通所生，我立刻停刑。我不能撒谎，我清清白白，从未与任何人私通。皇帝站住！今日若松口，便是纵容欺君罔上，秽乱私通之风，朝堂威严何在？皇家颜面何存？陛下，臣所言属实，绝无半分虚假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上宫刑！不，温太医尚未成亲，你们怎能如此惨绝人寰？我认，我什么都认。早认下，何苦受这般皮肉之苦？是我贪恋温太医恩情，与他私通，孩子是我们2人的，求你们放过温太医，放过我的一双儿女，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。娘，您别胡说，我们是陛下的孩子，您不能自无清白。娘，我们宁愿受罚，也不要你冤枉自己。我若不认，温太医今日必死，我的孩子也会被活剐再打死。清白颜面，比起性命，早已不值一提。陛下，夏氏已然认罪。这可是欺君之罪。此妇水性杨花，欺君罔上，妄图混淆皇嗣，祸乱朝堂，罪无可赦。温太医私通朝臣家属，罔顾礼法，2人理应一同打入天牢，秋后问斩。请陛下治罪。不准动我娘！我娘是被逼认罪，
都是你们栽赃陷害，以刑逼供。放肆！小小庶子也敢在金銮殿胡言乱语，你娘已然认罪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你狡辩。一介野种，本该卑微度日，偏偏妄想攀附皇权，如今落得家破人亡，皆是自作自受。陛下，儿臣从未刻意攀附皇权，从未想过认亲。是福公公当日在村口见我容貌与陛下相似，疑心我是皇家血脉，执意带我们上京。陛下，夏公子所言句句属实。当日确实奴才自作主张，因夏公子容貌酷似年少陛下，又发现夏夫人荷花胎记，才执意护送母子3人入京。你有何证据能证明你所言非虚？奴才愿以性命担保。奴才还有一法，可当场验证真伪。事到如今，还能有什么把戏？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。滴血验亲。滴血认亲，此法最是公正，可辨真假。朕准了。陛下圣明，滴血认亲，铁证如山，真假一试便知。臣复议。草民也复议：若是清白，自无惧查验；若是欺君，定无所遁形。夏氏，你可敢一试？今日滴血验亲，若是血脉相融，哀家便信你所言；若是不符，便是实打实的欺君罔上，株连之罪，无可赦免。民女清清白白，儿女堂堂正正，有何不敢任凭查验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们问心无愧。没错，我们相信娘亲肯定不会骗人。来人，备清水、银针、玉碗，即刻滴血认亲。陛下，臣去准备器具，保查验公正无虞。且慢，且慢！温太医与这夏玉和同乡相属，今日又屡屡为其开脱求情，二人干系粉血，微臣担心。担心什么？微臣担心温太医会暗中动些手脚，帮助这母子3人蒙混过关。温某在朝为官数10载，和诸位同僚朝夕相处，为人可见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事关身家性命，可就说不准了。草民认为，承恩公所言极是。温太医医术冠绝大内，深谙各类药理秘术，若是暗中在水里加料，我等肉眼凡台根本无从察觉。这般查验如何服众？陛下，各位大人，医者行医，最重本心操守。微臣从未有过徇私舞弊之心。本心，方才殿上你2人相互包庇，言辞雷同，早已疑点重重。空口白话，谁信你的本心？那依承恩公之见，如何安排才算公正？器具、清水、玉碗，皆由臣的亲随亲手准备，全程当众查验，无人可动手脚。如此一来，正大光明，真假立判。准。速速备讨。不管这2个野种到底是不是皇家血脉，今日这结果必须是假的。我女儿的委屈，我满家的颜面，绝不能毁在一个乡野妇人手里。启禀皇上、太后，东西已经准备妥当，还请移步御花园。准。真是个不孝子啊！皇帝且慢，你乃九五之尊，万金之躯，岂能轻易损伤龙体？依哀家看，这滴血认亲不做也罢，再想想其他法子。母后，此事关乎玉和清玉，关乎2个孩子的身份，更关乎朕16年的执念。朕若不亲自滴血，纵使结果出来，朕也难以心安。陛下所言极是，此事体大，关乎到皇室血脉，马虎不得，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。还请陛下以大局为重。也罢，既如此，皇帝也要小心谨慎些。
哈哈哈！铁证如山，所有人都看清楚了，血脉全然不合，这两个孩子根本不是陛下骨肉。这不可能！夏玉和，你欺君罔上，蓄意造假，妄图以野种混淆皇室血脉，窃取皇家尊荣，罪该万死。草民早就说过，此人心机深沉，满口谎言。如今证据确凿，看你还如何狡辩！陛下，此事绝无可能。夏玉和品行清白，绝无勾搭外人之举。他当年离宫返乡，便已然怀有身孕，身居乡野，孤苦无邻，根本没有半点私通旁人的机会。哦，离宫之前便已怀孕，那这野男人的身份，便唯有你最合理。承恩公，你少血口喷人！你二人本是同乡，年少相识，他入宫前便与你暗生情愫，借着入宫伺候、离宫返乡的由头掩人耳目，实则早已珠胎暗结，借着皇家偶遇的噱头，妄图鱼目混珠。好一个胆大妄为的温太医，深受皇恩，竟敢秽乱礼法，欺瞒哀家与皇帝，罪该万死！太后恕罪，陛下明察。臣与夏玉和清清白白，无半点逾矩私情。臣从未做过欺君罔上、秽乱礼法之事，恳请陛下、太后明辨是非。无私情，那这两个孩子生父是谁？他离宫便身怀6甲，除却你，还有何人可解？若不是你的，你为何频频出宫送保胎药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16年来自始至终，就只有那晚那一位贵人，我从未接触过任何其他男子。难道那晚雨夜凉亭之中，与我相伴的人根本不是当今陛下？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明明是您辛辛苦苦生下的孩子，为何血脉不符？难道我们真的认错了人？事到如今还在狡辩。夏玉和，你欺瞒圣上，蒙蔽朝野，污皇家颜面，简直罪无可赦！满口谎言，心机歹毒，今日绝不能轻饶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朕16年的苦苦搜寻，终究是一场错付？那晚的荷花姑娘根本不是夏玉和，朕真的认错人了。怎么会不相容？哀家明明更希望是真的。哀家也想要一对皇孙，皇僧女承欢膝下呀。事实摆在眼前，再无半点侥幸。夏玉和母子3人欺君罔上，假冒皇嗣，祸乱皇室血脉，罪大恶极。此等奸邪之人，若不严惩，难正朝纲。皇上，这其中定有误会。哼，如今事实摆在眼前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文太医，你难道是把皇上、把满朝文武百官当成傻子吗？臣恳请陛下下旨，将此3人即刻处斩，尸首悬挂城门，以儆效尤，彻底肃清这等欺君造假的歪风邪气。是啊，这怎么想，真是有辱斯文呐！哎呀，此等歪风邪气，臣等恳请陛下下旨。玉和，朕不信你是欺瞒世人的歹毒之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你离宫之后，还曾与其他男子有过纠葛？陛下，民女敢以性命担保，此生除却16年前雨夜凉亭的那位贵人，我从未接触过任何一名男子。还在狡辩，真是可笑。自那之后，我独居乡野，独自怀胎生子，辛苦抚育儿女，别说亲密纠葛，就连寻常男子都未曾多见。那你倒是解释解释，这血为何不相容啊？若这2个孩子真的与陛下血脉不合，那便只有一个可能：当年雨夜与我相伴之人，根本不是陛下，是我们彼此认错了人。哼，好一个巧言辩解的妇人，你自己都无法确定孩子生父身份，便敢大言不惭，冒充皇家血脉，这等胆大妄为、欺君误上的行径，更是罪该万死。哀家赞同承恩公所言，此等祸患绝不能留，将这3口人尽数处死，昭告天下。陛下，民女甘愿领死，任凭陛下处置。但2个孩子是无辜的，他们懵懂无知，从未做错任何事。求陛下开恩，放过我的儿女，求陛下慈悲。朕笃定当年之人是你，其中定然有天大的误会，绝非蓄意欺瞒。
陛下，事已至此，证据确凿，切勿再优柔寡断。姑息此等欺君之人，只会寒了满朝文武，失了天下民心。我母亲绝无弃君之心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你们不能仅凭一碗血水，就定我们3口死罪。蹊跷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狡辩。无论如何说辞，冒充皇嗣欺瞒圣上的罪名，你们母子3人百口莫辩。事到如今，唯一的解释便是你，温太医，你就是那藏在暗处的野男人。你与夏玉和私通生子，联手欺瞒圣上，今日必须一同处置，以正典刑。陛下明鉴，臣与夏姑娘清清白白，一生坦荡，绝无半点私情，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污蔑、栽赃陷害。事到如今，还敢抵硬，空口无凭，你拿什么证明你们2人清白？臣无事物证明，却有自证清白的决心。今日，臣愿自施公刑，以残躯立誓，证我与夏姑娘半生清白。荒唐！自伤算什么证明？依我看，你越是极端，越是心中有鬼。是你自知罪责难逃，故作姿态博取同情。陛下，求你了结这一切，所有罪责皆在我一人身上，是我的错，与温太医无关，与孩子无关。求陛下只罚我一人，放过无辜之人。晚了，今日之事牵连甚广，一人罪责满门连锅，谁都别想侥幸脱身，必须尽数铲除，以绝后患。陛下，这滴血认亲的结果根本不作数，这水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仔细说来。陛下，这清水之中被人暗中掺入了凝枯草，此草是山野间罕见的止血异草，寻常用于外敷止血、收敛伤口。可这凝枯草一旦融入清水，便会改变水质物性，生生阻隔血脉相红。哪怕是至亲血脉滴入水中，也会两两相斥，绝不交融。一派胡言，简直是妖言惑众！小小孩童满口妄语，凭空捏造不存在的草药说辞，妄图颠倒黑白，苟活保命。陛下切勿信他，速速下旨将这欺君罔上的母子3人斩杀，以正国法。蛮物，闭嘴！温太医，天下草药繁多，这凝野草是否真有阻隔血脉相融的药性？陛下，确有此草。凝枯药性阴寒，入水质则凝血隔溶，确实会导致至亲血脉无法相融。只是此草极为罕见，臣一时未曾想到，不敢100%笃定，但确有此药理可能。来人，即刻撤去这碗毒水，更换全新净水、全新器具。朕今日当众再次滴血认亲，重查真相，还所有伟人清白。小福子，由你亲自当众备水取气，全程展露在百官眼皮之下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干预。奴才遵旨。融了，真的融了！哀家有皇孙了，哀家有孙女了，是真的，都是皇家血脉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的孩子，我们终于清白了。玉和，委屈你们母子3人了，是朕不好，让你们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好孩子，莫怪皇祖母狠心，是皇祖母糊涂，错怪了你们。满武，方才初次滴血认亲的净水，为何会暗藏凝枯草，阻隔血脉相融？此事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臣不知，方才器具清水皆是臣的下人准备，臣全程未曾插手，与臣毫无干系。不知，此事疑点重重，朕今日必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方才负责准备器具净水的下人，即刻出列。陛下，
算了吧，如今真相大白，我与孩子沉冤得雪，一家人得以团聚，便是最好的结果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不必再深究了。不行，你与孩子无端受此污蔑，历经生死惊吓，险些落得满门处死的下场，岂能一句算了就草草接过？朕绝不让你们白白受委屈。来人，将这名恶仆拿下，当众上刑，彻查真相。朕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水中凝枯草究竟是谁指使？如实招来，尚可从轻发落。奴才不知，奴才只是奉命办事，其余一概不知。请刑！陛下饶命！奴才招，奴才全都招，求陛下停刑。左右退下，单独回话。大胆狗奴才，竟敢胡乱攀咬，罪该万死！今日本座便斩了你这恶奴！承恩公这般急切拔剑杀人，莫非是想当众灭口，掩盖自己的滔天罪责？一派胡言！本座绝非杀人灭口，只是看不惯这狗奴才贪生怕死、胡乱攀咬的丑恶嘴脸。这般狡诈小人留在殿上，只会污了陛下的眼。陛下，曹丕如实招供，一切都是承恩公指使。定要将此药放入水中，明白吗？陛下，请看，这是承恩公交给我的药包，药包之上印有专属满家的云纹标记，铁证如山，绝无虚假。是他逼我动手陷害皇嗣，污蔑娘娘。陛下恕罪，臣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恳请陛下开恩，饶臣一命。身为朝中重臣，心胸狭隘，构陷皇亲，蓄意谋害皇家子嗣，蒙蔽圣听，罪无可赦。来人，将满武拖下去，即刻处斩。陛下且慢！陛下，臣妾的父亲没有错。纵使这两个孩子真的是陛下的骨肉，那又如何？他们自幼在乡野长大，粗鄙穷苦，一身穷酸气早已刻入骨髓。若是让这两个土生土长的乡下孩子入主东宫，身居太子、公主尊位，日后朝堂内外，天下百姓只会笑话我大清皇室无人，沦为全天下的笑柄。朕的妻儿，轮不到旁人指挥。无论玉禾出身如何，她是朕认定的人，是朕的王妃。无论孩子出身如何，他们是朕的亲生骨肉，是大清正统皇嗣。满武心怀歹念，蓄意构陷皇家子嗣，残害朕的妻儿，居心叵测，罪大恶极，属实罪该万死。好，原来臣妾数年的相伴相守、细心守护，在陛下眼中一文不值。臣妾这辈子终究是错付了，守护了一个无情无义之人。君无情，妻便无义。今日臣妾当众割发，与陛下割发断义，从此你我二人君臣陌路，夫妻情断。陛下，臣妾今日与你恩断义绝，后位之位，臣妾甘愿让出，养由夏姑娘执掌。臣妾别无他求，只求陛下顾念过往情分，饶恕满氏全族性命。皇帝，皇后已然知错断发，诚心退让，满武也并非罪无可怪。再者，满氏一族世代忠于大清，既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便从轻发落，饶他们全族性命吧。罢了，念在你我夫妻一场，太后求情，免满氏死罪，即刻革去满武所有官职爵位，满氏全族流放千里，永世不得踏入皇城半步，此生不得回京。臣妾谢陛下隆恩。臣谢主隆恩。启禀陛下，奴才方才亲自押送满氏一族前往流放之地，全城清点人数，核对行踪，唯独不见皇后娘娘踪影。
随行侍卫押送官兵尽数询问，无一人见过娘娘，娘娘就如同凭空消失一般，踪迹全无。皇后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，飞走了！娘娘化作蝴蝶自由飞走了，再也不被这香草所困了。陛下，这容嬷嬷已经疯了，莫要听她胡言乱语。奴才这就去找皇后。不必寻了，让她化作蝴蝶，自由飞去吧。传朕旨意，册封皇女夏子云为还珠郡主，享皇室尊荣，一世安稳无忧，锦绣加身。